你觉醒了史上最垃圾的 F 级异能1立方米的储物空间，全校都嘲笑你是个只能搬砖的随身小盒子，可他们根本不懂空间法则的真正恐怖之处。如果把空间的一半罩在你的脑袋上，另一半悬在空气中，然后瞬间强行关闭，没错，这样就成为了无视任何防御的绝对切割。那再如果你将1立方米的空间拆分成10个10立方厘米的空间呢？冰冷的机械音在江城第一高中的觉醒大厅里回荡，数千道目光也在同一时间落到你身上。你穿着洗得发白的旧校服，从角落一步步走上高台，把手按在觉醒石上。这个世界异兽横行，阶级森严，觉醒什么异能，几乎就决定了一个人未来能爬到什么位置，甚至决定他和家人能不能摆脱底层被圈养的命运。所以这一刻，所有人都在看。可觉醒石亮起时，那光芒却弱得可怜，灰白色的光晕只在表面薄薄覆盖了一层，像风里摇晃的残烛。台下先是一静，随后便爆出成片哄笑。这也叫觉醒？灰白色光，什么废物异能，我听都没听过，怕不是连1级都算不上吧？记录导师看着光幕上最终定格的文字，失望地摇了摇头，直接宣布：林安觉醒异能1级储物空间，补充说明：空间体积1立方米。这句话一落，整个大厅都笑疯了。1立方米的储物空间，这不就是个随身小盒子吗？这种异能去后勤搬货，人家都嫌装得少，贫民窟出来的，连异能都透着股穷酸味。刺耳的嘲讽从四面八方砸过来，可你只是静静收回手，看着那行冰冷的文字，脸上没有愤怒，也没有不甘，只有一片死寂。你很清楚，在没有力量的时候，情绪从来不值钱。偏偏也就在这时，一道刺眼金光突然从后台炸开，瞬间把全场视线都卷了过去。赵泽少爷4级，绝对是 S 级，是红莲业火。赵家血脉果然恐怖。在一片惊呼里，赵家嫡系少爷赵泽被淡金火焰簇拥着走上高台，他穿着华丽校服，神情里带着毫不掩饰的高高在上。可你不同，他一出生就站在绝大多数人的终点，现在又觉醒了最顶级的攻击异能之一。从今往后，资源、地位、前途都会自动朝他倾斜。可他没有先去享受欢呼，而是径直走到你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你，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讥笑。林安，我当是谁？原来是你这只躲在下水道里的老鼠。他抬起燃烧着火焰的手指，隔空点着你的胸口，一字一句的讥讽：1级储物空间1立方米，要是正合适，以后你那穷鬼妹妹不在了，正好拿来给她收纳遗物。提到妹妹，你眼底那片死水终于动了一下，一缕冰冷杀意一闪而过。赵泽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点变化，笑得更张狂了。怎么不服？像你这种家伙，连站在这里呼吸都是在浪费江城的空气。说完，他直接转头看向王导师，语气不是商量，而是命令：学校不是还有一个贫困生保送战争学院的名额？我记得本来是给他的吧？王导师脸色发白，低声道：是按照成绩和综合评定，这个名额原本是给林安同学的，现在没了。赵泽语气平淡，却透着一种生杀予夺的味道。我不想再有我赵泽的学校里看见这种连后勤兵都不配当的庸才，还占着资源。王导师还想挣扎一下，这不合规矩。规矩？赵泽冷笑，火焰猛地一蹿，在江城，我赵家说的话就是规矩。大厅瞬间死寂，没有人替你说话，所有人都只是看着你，眼神里有同情，有幸灾乐祸，还有等着看你崩溃的期待。可你没有崩，你只是抬起眼看着赵泽，那眼神平静的可怕，像在看一个已经没有未来的人。赵泽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眼神。他脸上的笑一点点收了起来，阴沉道：很好，你这眼神我很不喜欢，滚吧。王导师叹了口气，递来一张表格，签了吧，这是退学申请。觉醒了这种异能，留在学校也没意义，认命吧。去城东工厂找个拧螺丝的活，至少还能糊口。你接过申请，看了一眼，然后拿起笔，在签名栏写下自己的名字，笔迹很稳，没有半点犹豫。签完，你把表格递回去，转身离开，全程没有争辩一句，因为在你的生存法则里，永远不要和将死之人争辩。你刚走出校门，天就彻底阴了下来，闪电撕开乌云，暴雨劈头盖脸的砸落，很快把你浇透。可你像感觉不到冷一样，只是麻木的往前走。这时，口袋里那台屏幕裂成蛛网的2手手机突然震动起来。你接通后，电话那头传来医院冷漠的通知：这里是市第一医院，你妹妹林夏的深渊寒化症突然恶化，已经送进重症监护室，24小时之内必须缴纳10万新币。团员1号，特效药费用交不上，我们只能按规定停止治疗，把病人请出 ICU。10万新币，这个数字像重锤砸进你的脑。对有钱人来说，它只是一个数字，可对你来说，那是根本触碰不到的天文数字。你急声开口：医生，求你们再宽限几天，我一定。电话那头直接挂断，只剩冰冷忙音。你站在暴雨里，五指慢慢攥紧，把那张被雨水打湿的退学申请一点点捏成泥浆，脸上最后一点隐忍也消失了，只剩下决绝和疯狂。学校没了，前途没了，合法途径也没有任何可能。这个世界和这些规矩根本没打算给你和林夏留活路，那你就只能自己抢。于是你猛地转身，朝城市边缘那片被光明和秩序遗忘的贫民窟走去。越往里，路越黑，最后你拐进一条最深、最脏，连路灯都没有的暗巷。你的眼神也在这一刻彻底变了，那就用命去抢。然而你话音刚落，一股浓烈到让人作呕的腥气就混着野兽腥臊从巷子深处扑了过来。紧接着，2盏猩红色的灯笼在黑暗中悄然亮起，那不是灯，是一双眼睛，一头本该出现在城墙之外的2阶异兽暗影狼。这种异兽以速度和利爪著称，是新兵的噩梦。普通人正面对上它，别说赢，能活过3秒都算奇迹。可你脑子里逃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你自己掐灭了。把后背留给一头狼，只会败得更快。所以你不退反进，向前踏了半步，重心压低，右手闪电般抄起地上一根锈迹斑斑、一头尖锐的废钢筋，横在胸前。这是你在贫民窟黑拳场里拿伤痛和骨头换出来的本能。面对更强的敌人，越怕输，输得越快。只有摆出更狠、更不要命的姿态，才有可能挣出一线生机。一人一狼在泥泞暗巷中对峙，下一秒，暗影狼动了，它像一道黑色残影般扑来，直取你的喉咙。你几乎看不清它的动作，只能凭着无数次搏命练出来的直觉，在最后一刻猛地向右极限扭身，刺啦！你避开了喉咙，可左肩连同手臂还是被狼爪狠狠划过，一大块皮
皮肉被当场掀开，赤红的液体瞬间喷了出来，剧痛让你眼前发黑，但你没有退，相反，那股痛感像点燃了你骨子里的狠劲。你暴喝一声，借着扭身的惯性，反手把钢筋狠狠扎向他的眼睛。这一击已经足够快，足够狠，可你终究低估了二阶异兽的可怕。暗影狼在半空中强行偏头，钢筋没能刺穿眼球，只是当的撞在他坚硬的头骨上，刺进去不到半寸就被卡住。暗影狼吃痛暴怒，猛地一甩头，你握不住钢筋，整个人被带得扑倒在地。接下来便是一场真正的野蛮搏杀，你和他一起在污水和泥浆里翻滚，他一次次用利爪撕开你的皮肉，你则像一头彻底疯掉的野兽，放弃了大半防御，用拳、肘、膝甚至牙齿去攻击他一切可能致命的位置。后背被抓出3道深可见骨的伤口，肩膀的伤一直在流，体力和意识也在飞快流失，你越打越慢，呼吸越来越乱。终于，暗影狼抓住机会，猛地把你撞上墙壁，你后脑一震，眼前金星乱冒，下一秒，那沉重狼躯便压了上来，2只利爪死死按住你的肩膀，把你钉在墙角，你动不了了。他低下头，腥臭狼吻离你的喉咙不到5厘米，獠牙上的痕迹都看得一清二楚，绝望像冰一样爬满全身。可偏偏就在这时，你脑海里却闪过了林下苍白却总带着笑的小脸。哥，你一定会成为最厉害的异能者。哥，等我病好了，我想吃城南那家的糖葫芦，不能输。你输了，林下怎么办？10万星币怎么办？医院里那句停止治疗怎么办？就在暗影狼张开大口准备咬碎你头骨的瞬间，你混乱濒死的大脑反而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冷静、痛楚、恐惧、不甘，像被什么东西全部抽离。你的世界里只剩下2样东西，那颗逼近的狼头和那个被所有人嘲笑为无用的异能储物空间。空间是什么？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却真实存在的盒子。既然是盒子，就一定有边缘，而边缘在开启与关闭时会出现，也会消失。一个疯狂到极点的念头猛地劈开了你的意识，如果有物体刚好卡在这个边缘上呢？你的目光死死定住暗影狼头和脖子连接的地方，下一秒，你把所有精神力、所有意志，甚至所有生命力都压进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清晰念头。下半部分空间罩住狼头，上半部分空间落在狼脖子之上的空气里，空间边缘精准卡在狼头与脖梗的交界。收，储物空间瞬间闭合，压在你身上的力量陡然一轻，紧接着一股滚烫粘稠的液体像决堤一样喷得你满头满脸。你靠着墙，像破风箱一样剧烈喘息，低头看去，瞳孔猛地收缩。暗影狼的身体还压在你腿边，可他的头已经没了，脖梗处那道切口平滑的可怕，像被最锋利的激光整齐切过，毛皮、血管、骨头、神经全部整整齐齐，没有一丝毛草。你下意识闭上眼，把意识沉入自己的异能空间。下一刻，你浑身一震，那颗狰狞狼头正静静悬浮在那仅有1立方米的空间中央，双眼还保持着临死前的暴虐和错愕，断口同样平滑如镜。你终于明白了，你的异能真正恐怖的地方，从来不是储物，而是空间边缘本身。只要有东西卡在那条边缘上，无论是血肉、骨骼还是钢铁，都会被空间法则直接切断。这不是普通攻击，不讲物理，不讲防御，甚至不讲强弱差距，而是规则层面的绝对切割。2阶异兽的头骨够硬吗？照样1分为2。那以后什么火焰异能、硬化异能、金刚之躯，只要挡不住空间法则，就都没有意义。世人眼里的无用异能，在这一刻终于露出了真正的獠牙。你看着空间里的狼头，嘴角一点点咧开，最后终于压不住那股从绝境里撕出一条路的狂喜，发出低沉又疯狂的笑声。呵呵，哈哈哈哈哈哈！笑声在雨巷里回荡，带着劫后余生的癫狂，也带着彻底看清命运底牌后的冷酷。但你很快就逼自己冷静下来，因为现在最重要的不是高兴，而是钱。你强忍着全身撕裂般的剧痛，用那把廉价折叠匕首，凭借过去在黑市帮人处理异兽材料时学来的皮毛知识，剖开暗影狼胸膛。很快，你在他心脏旁边挖出了一枚拳头大小、幽蓝色光芒流转的晶体，2阶异兽晶核，而且还是相当完整的暗影系晶核。这种东西在官方渠道需要执照才能交易，可在地下黑市，它就是最硬的通货。保守估计，这枚晶核至少值30万星币。30万，妹妹的药费不仅够了，甚至还能剩下一大笔。你把晶核收进储物空间，然后迅速处理现场。狼的残骸被你拖到巷口不起眼的位置，周围丢了几块碎肉，伪装成被别的野兽啃食或黑帮火拼后草草处理的样子。接着，你脱下那件沾满污迹的校服，直接扔进污水垃圾桶里。校服代表着过去那个循规蹈矩、任人宰割的学生身份。从现在开始，那个身份结束了。你在垃圾堆里翻出一件宽大的黑色玳瑁风衣，又用口袋里最后几个硬币，在路边摊买了一个最廉价的白色塑料面具，面具上画着一张诡异的一成不变的笑脸。兜帽戴上，面具扣下，一个全新的身影出现在镜面里。从今往后，世上再无学生林安，有的只会是游走于黑夜和暗影中的猎杀者。你给自己取了一个新的代号，00，代表一无所有，也代表一切的开始。半小时后，你来到江城最大的地下交易中心——黑金市场。它的入口藏在废弃地下停车场深处，门口站着2名壮汉，腰间鼓鼓囊囊，一看就藏着武器。2人见你戴着笑脸面具，穿着破旧风衣，立刻把你当成了可以随便拿捏的新人。站住！刀疤脸上下打量着你，语气不善：“哪来的小鬼？戴个破面具装神弄鬼，懂不懂规矩？”另一个光头更直接，伸手就拦：“想进去，先交100星币搜身费。”你停下脚步，没有说话，只是把目光平静地从2人身上扫过，最后落在刀疤脸腰间那把武器上，不到1米，刚刚好。刀疤脸见你不吭声，伸手就去摸武器，可还没等他把武器拔出来，你的精神力已经精准刺进枪管中段。空间开，边缘覆盖枪管，空间收，咔嗒，半截枪管直接掉在地上，切口光滑如镜。2个壮汉当场僵住。刀疤脸低头看看自己手里那把只剩一半的武器，再看看地上那半截金属，一股寒气顺着脊梁骨直往上窜。他们甚至没看清你做了什么，只看到特种合金枪管像被什么看不见的怪物凭空咬掉了一截，未知远比强大更让人恐惧。光头立刻收回手，勉强挤出笑：“您请进。”你连看都没多看他们一眼，直接走进了这片没有法律、只有利益的地下世界。黑金市场内部比外面庞大的多，也混乱的多，空气里混着机油、劣质酒精和臭氧味。霓虹灯牌照的每个人的脸都半明半暗，这里有穿着外骨骼的佣兵，有卖禁药的黑衣，也有在角落里交换情报和悬赏名单的掮客。你没有浪费时间，径直走向市场中央最气派的3层建筑——黑金商会柜台。
台后，一个200来斤的胖掌柜正低头擦宝石，头也不抬地问：“卖什么？”你没有回答，只把手伸到柜台上方，意念一动，咚，那枚拳头大小、幽蓝色光芒流转的金盒重重落在了柜台上。胖子动作一顿，缓缓抬头，眼底的贪婪几乎藏不住。可他到底是黑市老油条，脸上的金色只停留半秒，就变成了嫌弃。他拿起金盒装模作样看了看，随手往柜台一扔，成色一般，能量驳杂，刚入2阶的水准，10万，爱卖不卖，这已经不是压价，几乎等于明抢。可你既没有愤怒，也没有讨价还价，只是轻轻冷笑一声，抬手就把金盒收回空间，转身便走。胖子顿时急了，真正不懂行情的人才会死缠烂打，像你这样转身就走，只能说明你比他更懂。等等，价格可以再谈。你没停，20万，你继续往前，25万，不能再高了。直到这时，你才停下脚步，侧过半个身子，笑脸面具在灯下显得格外阴森。30万，转入不记名黑卡。胖子的脸抽搐了一下，最终还是咬牙答应。很快，一张通体漆黑、没有任何标识的金属卡片被推到你面前，你拿起黑卡，转身就走。而就在你走出商会大门的瞬间，胖子脸上的笑也瞬间消失。他冲角落里一个喝酒壮汉做了个解决掉的手势，那壮汉咧嘴一笑，带着另外4名刺青大手，悄无声息地跟了上去。你从一开始就察觉到了那5条尾巴。更重要的是，走路途中你还顺手测试了异能的新用法。你捡起一块碎石，在迈步的一瞬把它收入空间，又在下一步踏出的同时把它从前方放出。结果那块碎石带着你奔跑时的动能，像子弹一样射了出去。这一刻，你立刻意识到，储物空间不光能切割，还能暂时存放和释放动能。于是，一个更高效的反杀计划迅速成型。你故意带着那5个人在黑市的迷宫小路里七拐八绕，最终走进了一处废弃的地下3层停车场。这里阴暗偏僻，没人也没有监控，最适合处理麻烦。果然，等你停下后，那5人立刻从不同方向围了上来，把你所有退路全部堵死。为首的壮汉提着合金砍刀，脸上写满了猫捉老鼠的戏谑：“小子，挺会跑啊，把卡留下，再把身上的东西都交出来。爷几个今天心情好，或许还能让你少受点苦。”你缓缓转身，白色笑脸面具在昏黄灯光下显得诡异而阴森。你没有发怒，也没有放狠话，只是用一种平静到没有温度的声音问了一句：“你们的人头值钱吗？”壮汉先是一愣，随即勃然大怒，双手握刀，照着你的脑门就是一记狠劈。刀锋撕裂空气，呼啸而下。换成普通人，这一刀足以从头劈到胸口，可你非但没退，反而迎着刀锋踏出一步。就在刀锋落下的瞬间，空间边缘已经先一步掠过刀身，于是最锋利的前半截刀刃直接凭空消失。壮汉手上一轻，因为发力落空而猛地向前趔趄，而你已经顺势滑进了他1米之内。空间开，边缘覆盖脖颈，空间收，扑哧一声闷响，壮汉脸上的凶狠和暴怒瞬间凝固，他的头连同脖颈上的刺青一起消失了。下一秒，赤红的液体从断颈处冲天而起，那具失去头颅的身体保持着前冲姿势，重重砸在地上，空气瞬间死寂，剩下4个打手全部僵住，脸上的狞笑被生生冻住，只剩下最纯粹的惊恐。他们甚至没看懂你做了什么，只看到一个大活人的头就这么没了。终于，有人崩溃般尖叫一声：“鬼鬼啊！”4个人转身就逃，可你不可能让他们活着离开。你脚下一踏，整个人像贴地滑行的鬼影般追上最近的那人，对方甚至来不及回头，只觉得脖子一凉，下一秒便什么都不知道了。第2个倒下，第3个倒下，第4个倒下，第5个倒下，你没有任何多余动作，每一次都只是最简单、最致命的贴身、套头、闭合，整个过程不过短短几秒。停车场里便只剩5具横七竖八的躯体，赤红的液体在地面迅速蔓延，像一张刚铺开的地狱画卷。而你站在中央，黑色风衣却干净的没有溅上一滴。你蹲下身，平静的在那些人身上摸索了一遍。几分钟后，你起身，收获还算不错，几沓现金，大概3万多新币，还有一把做工精致的军用合金匕首。你把钱和匕首收进空间，再摸了摸最贴身口袋里的黑卡，30万，再加上这3万多，够了，终于够了。透过那张诡异的笑脸面具，你的目光像是穿透了层层黑暗，看到了医院 ICU 里那张苍白的小脸，那双一直冰冷死寂的眼睛，也终于有了一丝温度。夏夏，哥哥有钱救你了。你轻声说完，把黑卡珍重的放回最贴身的口袋，随后不再停留，转身离开，把这片充斥着血腥的停车场扔回黑暗深处。你离开后不到5分钟，踏踏踏，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黑金商会的胖子掌柜带着10几个手持能量枪、气息彪悍的护卫，气势汹汹地赶到了这处废弃停车场。人呢？可恶，5个打1个，还能让他跑了？等抓到那小子，我要亲手把他……胖子掌柜的咒骂声在看清眼前景象的瞬间戛然而止，他脸上的肥肉剧烈地颤抖着，那双被挤成一条缝的小眼睛此刻瞪得滚圆，充满了血丝。5具躯体，5具身手分离的躯体，他最得力的打手，那个觉醒了 C 级硬化皮肤的头目，像一条破麻袋一样趴在血泊里，脖子上的切口光滑的能当镜子用，一股刺骨的寒意从胖子的尾椎骨直冲天灵盖。他扑通一声，双腿一软，一屁股瘫坐在了冰冷粘稠的液体里，嘴唇哆嗦着，牙齿上下打颤。这切口，他指着那平滑如镜的断井，声音里带着哭腔和无尽的恐惧。没有烧灼，没有撕裂，是空间切割，能把空间法则运用到如此精准、如此恐怖地步的，至少是 B 级巅峰，不，世界的空间系大人物。胖子掌柜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他到底惹上了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江城什么时候来了这么一尊杀神？夜色深沉，雨已经停了。你先把那件象征着灵的黑色风衣、笑脸面具以及那把染上污迹的军用匕首一起收进储物空间，然后你又换回那身从垃圾桶里捡回，后来洗干净的旧校服，背上那个洗得发白的书包，重新变成了那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甚至有些瘦弱的学生。然而衣服能换，眼神却换不回去了。曾经那个总带着一丝自卑与隐忍的少年，已经消失在昨晚的雨巷里。现在的你，眼底沉着的是化不开的冰冷与锋芒。随后，你直接赶往江城市第一医院。深夜的缴费窗口前，值班护士原本正昏昏欲睡，可你把那张不记名黑卡砰的拍到玻璃窗上时，他还是被吓得一个激灵，不耐烦的神情甚至都没来得及完全摆出来。你看着他，只说了一句 ICU 零下，用最好的特效药，立刻马上，卡里有33万，不够，我再想办法。你的声音很沙哑，却没有半点商量的意思。护士先是愣住，接着又低头看了看那张代表着巨额资金
金的不记名黑卡，再抬头看看你这一身廉价校服，眼神里明显多了几分不可思议。一个穿得像贫困生的少年，随手就能拍出30多万新币，这种反差让他一时间甚至不知道该说什么。可黑卡里的余额不会骗人，所以他最终还是立刻改了态度，起身联系医生，安排最高级别的治疗流程。半小时后，最新的基因修复药剂终于缓缓注入林夏体内，直到看见妹妹那张苍白如纸的小脸，终于慢慢恢复出一丝血色，你一直绷紧的神经才稍稍松下来一点。病房里很安静，你坐在床边，替他理顺汗湿的头发，动作很轻，也只有在这一刻，你眼底那股几乎能冻裂骨头的暴力和杀意才一点点褪去，变成一片近乎笨拙的温柔。林夏，是你活在这个冰冷世界上唯一的锚点，也是你的逆鳞。偏偏他虽然病得虚弱，心思却依旧细腻。他睫毛颤了颤，缓缓睁开眼，抓住你的手，轻声问你是不是去做危险的事情。他闻到了你身上那股很淡却藏不住的铁锈味，也感觉到了你身上和从前截然不同的寒意。你的心猛地一抽，不过你脸上还是挤出一个温和的笑，像平时一样揉了揉他的头，轻声骗他：没有，哥哥只是把那个上学的名额卖给一个有钱的财阀子弟，换了点钱，先给你治病。林夏一听，眼神立刻暗了下去。他太清楚那个名额对你意味着什么，也太清楚你这些年为了那个名额付出过多少。于是他红着眼眶，小声说：都是自己拖累了你。可你只是刮了刮他的鼻子，像哄小孩一样笑着说：一个破名额而已，没了就没了。哥哥就算不念书，也一样能成为最厉害的人。你现在别胡思乱想，只管好好养病。等你好了，哥带你去吃城南那家的糖葫芦。等林夏重新睡着以后，你替他掖好被角，然后安静地看了他很久，直到走出病房，你脸上那点仅剩的温情才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比夜色更冷的杀意。赵泽抢你名额，辱你妹妹，踩你尊严的账，差不多该算了。第二天清晨，阳光照进江城第一高中的校门，可落在你身上时，仿佛也被那股无形的冷意隔绝开来。你像过去3年里的每一天一样，背着旧书包走进学校，只不过这一次你没有回教室，而是径直去了教务处，领出一张社会舞者大考报名表。既然保送名额被赵泽强行夺走，那么学校这条路就已经断了。既然如此，你就换一条更难、更凶险，但也更直接的路。社会舞者大考风险极高，参加的人要么是没背景、没资源，只能拿命搏前途的狠人，要么就是被逼到绝路，已经没有退路的人。而你显然属于后者。然而，你才刚拿着表格从教务处出来，走廊前方就传来一个极其刺耳的声音：哟，这不是我们学校曾经的天才林安吗？你抬头一看，赵泽正带着几个跟班迎面走来，怀里甚至还搂着一个浓妆艳抹的女同学，脸上写满了春风得意，那副样子像极了踩着别人的骨头爬上高处以后，还要特意回头嘲笑一番的胜利者。他走到你面前，先是故意打量了你一圈，接着便开口讥讽，说你昨天没来上课，是不是在家里伤心？你懒得理他，转身想从旁边绕过去，可赵泽却一把按住你的肩膀，随后目光一低，就落到了你手里那张报名表上。他顺手抢过去，一看上面的字，先是一愣，紧接着便像听见什么天大的笑话一样，夸张的大笑起来。社会舞者大考报名表，你们快看看，一个觉醒了1级储物空间的家伙，竟然还想参加社会大考！你是嫌自己活得不耐烦，打算跑到荒野去给异兽送外卖吗？他的声音很大，于是走廊周围很快就围过来一大群学生，有人窃窃私语，说你肯定是受了刺激，也有人摇头叹气，觉得你这样的人去参加社会大考和自寻死路没区别，更有人只是单纯想看戏，想看你被赵泽踩进泥里以后，会不会还像以前一样低头认命。在这些人眼里，你过去的隐忍和沉默早就被误解成了软弱，所以他们全都以为这一次也不会有任何不同。然而偏偏就是在所有人都这么想的时候，赵泽把那张报名表扔到了地上，然后抬起脚，用那双价值数万新币的限量版战术鞋狠狠踩了上去。他一边来回碾压，一边居高临下的看着你，语气恶毒到极点：庸才就该待在该待的地方，这张纸就是你的痴心妄想，我踩碎它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如果是以前，你或许真的会低下头，默默捡起那张纸，然后把所有屈辱都吞回肚子。可惜现在不是以前了。你缓缓抬起头，脸上没有愤怒的咆哮，也没有屈辱的眼泪，只有一片可怕的平静。那双黑的吓人的眼睛像2个吞噬光线的深渊，下一秒没有任何预兆，砰一声沉闷巨响在走廊里轰然炸开，你身体微微下沉，右腿在一瞬间化作一道几乎看不清的边影，一记势大力沉的正蹬结结实实踹进赵泽的小腹。那一脚太快也太重，赵泽脸上的狞笑甚至还来不及收回，整个人便像被一头高速冲撞的凶兽正面撞住，身体攻成虾米，一口酸水和胆汁猛地喷出，随后双脚离地倒飞出去足足3米多远，轰哗啦，他的后背重重砸在走廊的宣传栏上，整块钢化玻璃瞬间崩碎，无数碎片四下飞溅，全场瞬间死寂。谁都没想到你会动手，更没人想到你竟然一脚就把赵泽踹成了这个样。赵泽像一滩烂泥似的从碎玻璃堆里滑下来，蜷缩在地上，脸色惨白，痛苦的连完整的惨叫都发不出来。而你只是缓缓收回脚，依旧站在原地，仿佛刚才那一脚不是踹飞一个人，而只是随手掸了掸灰尘。然而这还远远没完，赵泽身后的人群里，一个始终沉默的平头中年人猛地站了出来，他太阳穴高高鼓起，浑身气息骤然爆发，脚下地砖甚至都因为发力而裂开了几道缝隙。地级力量型觉醒者，这是赵家专门给赵泽配的保镖，也是实打实从军队体系里退下来的狠角色。小子，你胆子不小！随着一声暴喝，那保镖整个人如同炮弹般冲了上来，砂锅大的拳头带着撕裂空气的尖笑，直奔你的面门。周围学生一下子全都慌了，尖叫声、抽泣声、后退声混成一团，因为谁都知道，这种级别的力量型觉醒者，一拳砸断骨头根本不是什么夸张说法。然而你没有退，不仅没退，反而在那拳头即将碰到你鼻尖的瞬间，向前迎了上去。准确的说，你不是硬冲，而是像一滴水一样诡异的滑进了对方怀里，直接卡进了1米之内的距离。那保镖先是一愣，紧接着便冷笑起来，因为在他看来，近身恰恰是力量型觉醒者最擅长的领域。于是他立刻收拳变招，双臂猛地
朝中间合拢，想直接把你连骨头带内脏一起挤成粉末。可惜他根本不知道1米之内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不是近身，而是行刑。无形的空间波动一闪而逝，你甚至没有任何多余动作，只是在心底轻轻落下一个念头：空间开，边缘覆盖双臂关节，空间收。咔嚓一声令人牙酸的脆响后，全校师生都看到了此生最难忘的一幕。那保镖的2条手臂在即将碰到你身体的前1寸，竟然从手肘处整整齐齐断开，2节带着小臂和拳头的粗壮断臂，还保持着合拢的姿态，就那样突兀的脱离身体，然后啪嗒2声掉在地砖上，切口光滑如镜，先是死寂，紧接着赤红的液体才像被延迟了半秒一样，从那2个诡异平滑的断口中喷涌而出，瞬间在走廊白墙上甩出大片扇形痕迹。那保镖低头看看自己空荡荡的手肘，又看看地上那2节仍在抽搐的断臂，脸上的凶狠彻底凝固，直到下一秒剧痛真正冲上脑子，他才猛地发出一声不像人声的惨叫，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像待宰的牲口一样满地打滚。这一刻，整个走廊静得真落可闻，所有人都傻了，因为他们根本没看清你做了什么，甚至连一丝明显的异能波动都没捕捉到。一个地级力量型觉醒者的双臂就这么没了，而你只是平静地跨过在血泊中哀嚎的保镖，一步步走向赵泽。此时此刻，赵泽已经彻底吓破胆了，他脸色白得像纸，手脚并用地往后爬，裤裆很快湿了一片，竟然是直接吓得失控了。你走到他面前停下，然后在数百双惊恐、敬畏、骇然的目光注视下，你缓缓抬起脚，用那只洗得发白的廉价运动鞋重重踩在了赵泽那张浮肿扭曲的脸上，把他的头死死碾在满是玻璃碎渣的冰冷地面上。屈辱，前所未有的屈辱。你低头俯视着脚下这张因为恐惧而变形的脸，声音不大，却像极北寒流一样清清楚楚传进在场每一个人的耳朵里。你的保送名额我不稀罕，大考上我会当着所有人的面亲手击碎你引以为傲的一切。说完，你缓缓抬脚，看都懒得再看他一眼。你转身弯腰，从地上捡起那张被踩得满是脚印的社会舞者大考报名表，用手轻轻拍了拍上面的灰，然后背着你那个旧书包，在所有人自动让开的道路中大步离去。阳光透过走廊窗户，把你的背影拉得很长，孤单沉默，却带着一种让人几乎不敢直视的压迫感。而与此同时，校长办公室里，老校长正盯着监控回放，手都在发抖。画面定格在你切断保镖双臂的那一瞬，没有明显凌厉外泄，没有夸张能量波动，甚至连空间涟漪都弱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越是这样，越说明事情可怕，因为这意味着你的能力不是打出来的，而是直接作用在规则层面上。老校长越看越心惊，手里的茶杯都没拿稳，直接摔碎在地。这根本不是一级储物空间，这是空间法则的具现化。这一刻，他终于意识到江城出了一头真正意义上的怪物，于是他立刻按下紧急按钮，下令把你那3分钟的监控录像列为 S 级绝密，封存所有原始数据，任何人不得调阅。不仅如此，他还要求调出你过去3年的全部档案，显然是想彻底重新审视你这个原本被所有人当成庸才的学生。然而，学校才刚刚意识到你的价值，赵家那边已经动了真正的杀心。赵家别墅里，奢华水晶灯下的气氛压抑得像冰窖。赵泽顶着一张肿起来的脸，躺在沙发上尖叫着要报仇，要你不得好死。赵雄则站在落地窗前，一言不发地听完了全过程，随后直接拨通了一个加密通讯，通讯那头的人叫猎狗，那是专门在荒野区里干脏活、黑活的亡命徒小队。赵雄开口就给出1000万新币，要买你一条命。可在得知你一个照面就废了地级保镖双臂以后，猎狗那边立刻加价，要求再多500万更新装备，并且说明他们只负责制造，意外痕迹最后会被异兽处理干净，军方觉察不出问题。赵雄答应的没有任何犹豫，在他看来，不管你是什么怪物，只要进了荒野，就迟早会变成一具被野兽撕碎的尸骸。3天后，距离全国异能大考只剩半个月，江城市军方联合教育署组织了最后一次大规模实战试炼，地点正是城外的07号荒野区。这次试炼之所以让所有高3学生都疯狂，不仅因为它会直接影响大考评价，更因为军方给出了极其丰厚的奖励，尤其是第1名的奖品，一颗价值无法估量的3阶能量核心，这东西足以让任何一个觉醒者眼红。操场上停满了军用悬浮大巴，学生们3、5成群，兴奋、紧张、期待交织，而你则背着一个破旧战术背包，独自站在角落里，和周围所有人都格格不入。那天走廊一战过后，再没人敢靠近你3米之内，你就像一块冰，也像一个黑洞，让人本能的敬畏，又本能的远离。偏偏就在这时，一道极为亮眼的身影穿过人群走到了你面前。苏雪，江城一中的校花，也是公认的第1天才，觉醒 S 级冰系异能，向来站在人群和赞美的中心。她穿着一身白色紧身作战服，冰蓝色长发在阳光下极为醒目，整个人像一把漂亮又锋利的冰刃。她看着你，语气带着一点提醒，也带着一点习惯性的居高临下。荒野区不是学校走廊，你一个1级，最好跟着大部队行动，别为了逞能把命丢了。从他的角度来说，这或许算得上善意，可对你来说，这种建立在我比你高，你该听我的基础上的善意，本身就很聒噪，所以你只是抬眼看了他一眼，冰冷的回了2个字：聒噪。苏雪当场愣住，她显然没想到自己放下身段主动提醒，换来的竟然会是这2个字，于是怒气一下子冲上来，她冷着脸转身就走，丢下一句：不知好歹的家伙，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栽在里面。而你只是重新低下头，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对你而言，无关紧要的人，无关紧要的话，本就只是噪音。很快，悬浮大巴穿过巨大的合金城门，驶入07号荒野区，这里和城市完全是2个世界。高耸入云的变异巨木，盘根错节的粗壮藤蔓，潮湿腐臭的空气，以及暗处无处不在的窥伺感，几乎每一处都在提醒人，这里不是训练场，而是真正会丢命的地方。教官一声令下，数千名学生立刻涌入丛林，大部分人都很聪明，第一时间选择组队，10几人、几十人抱团，谨慎的在外围区域猎杀一阶异兽。毕竟对普通高3学生来说，角狼、铁皮猪这种一阶异兽已经够危险了，可你没有加入任何队伍，在踏入丛林的第一时间，你便脱离了人群，
群，独自朝密林深处走去，目标直指地图上被鲜红颜色重点标注的2阶异兽活跃区。别人怕危险，所以要抱团，而你要的是效率。密林里光线昏暗，正常人走几步都得提防树后会不会突然窜出东西。可你的精神力早已像无形雷达一样铺开，方圆100米之内，一切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感知。于是猎杀便开始了。左前方30米，一头盘踞树上的2阶毒蟒正吐着信子，等待猎物送上门来。你脚步甚至都没停，擦身而过的同时，空间一开一收，他的头就已经没了。一头正在啃食残骸的2阶利爪猫，速度极快，扑杀能力惊人。可他刚从灌木里窜出来，还没落地，头颅便在半空中凭空消失，只剩无头的躯体带着惯性翻滚出去。还有那头以防御著称的2阶岩石穿山甲，甲壳坚硬的能硬扛寻常刀斧，可他才刚从地下探出半个身子，就连甲带肉一起被空间切成了整齐2截。你每解决一头，就顺手抛出晶核，扔进储物空间，动作熟练、冷静、高效，几乎没有任何浪费。而军用积分手环上的数字也在飞快跳动，100、220、370、510、880。试炼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你的名字则像坐火箭一样，从数千名开外一路狂飙，很快便冲进前100，而且还在持续上升。然而，就在你再次剖开一头毒蟒，刚把晶核拿到手里的瞬间，一股被极度危险锁定的寒意猛地从你脊椎骨炸开，没有任何思考，你身体的本能反应甚至比意识更快，你猛地向前扑倒，顺势翻滚进旁边的灌木丛。也几乎就是同一时刻，一颗足有拇指粗细的大口径狙击子弹，带着刺耳尖笑，擦着你原本站立的位置呼啸而过，狠狠轰在身后那棵3人合抱的巨树上。轰！树干当场炸裂，木屑横飞。这一枪已经不是试炼级别，而是专业猎杀。你半跪在灌木阴影里，眼神冷得像冰，大口径穿甲弹，1000米之外的精准狙杀，再加上这明显早有准备的伏击路线，除了赵家，你想不到第2种可能。想解决你，那就一个都别想走。1000米外的山头上，狙击手也在皱眉。他本以为这是一场轻松到不能更轻松的任务，可你刚才那个规避动作，专业的根本不像学生，反而像是一头在荒野里活了多年的狼。紧接着，猎狗小队开始收缩包围圈，5个人分成左右2翼加正面压境，想用最快速度把你困死在局部区域里。然而，他们以为自己在围猎你，却不知道真正的猎人从来不站在包围圈中心等死。你的精神力已经提前锁死了他们5个人的方位、距离和移动轨迹，所以你不仅没有逃，反而贴着地面和植被的阴影，鬼魅般的反向切进了他们包围圈最薄的一侧。最先倒下的是3号，那人手持战术步枪，小心地清理着前方区域，完全没想到危险不是来自正面，而是来自头顶。就在他经过一棵巨大古树时，你已经像蝙蝠一样从树冠阴影里倒挂而下。他才刚一抬头，你便已经进入1米之内，空间张开，覆盖头盔和头颅，然后闭合，扑哧，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那名猎狗队员连一句警报都没来得及喊出，脖子以上便彻底消失。你顺手扶住躯体，把它轻轻靠放在树边，连倒地声都没发出来。很快，4号奉命前来查看，他一眼就看见了那具姿势诡异、脖子却空空如也的躯体。那一瞬间，他整个人都麻了，甚至连汇报都带上了明显的颤音。可也就在他分神的那一刹那，你再次从侧方阴影里切入，一闪而过，再次收走了他的头。短短1分钟，猎狗小队便折了2人，而且全是无声处决。这下，连见惯风浪的猎狗队长都真正慌了。他终于意识到，自己这次接的根本不是什么学生蛋，而是个能在暗影里无声收割生命的魔鬼。于是，他当场怒吼着，让所有人向自己靠拢，同时彻底爆发异能 C 级风系异能风刃风暴。刹那间，无数高速旋转的青色风刃向四面八方绞杀而去，古树、藤蔓、灌木全像纸糊的一样被切烂，大片藏身空间被硬生生清成了一片狼藉空地。而你也终于出现在他的视野中。队长脸上当即露出狰狞狂笑，觉得自己总算把你逼到了绝路。与此同时，1000米之外始终锁定这片区域的狙击手也在瞬间把准心钉死在你眉心，再次毫不犹豫地扣下扳机。砰！这一次是绝杀角度，然而你没躲，就在那颗特制穿甲弹即将碰到你皮肤，螺旋气劲甚至已经吹乱你额前碎发的刹那，你眉心前1厘米处，一个微小到几乎不可见的储物空间悄然张开。于是那颗足以轰穿坦克装甲的子弹，连同它携带的所有毁灭性动能，都在一瞬间被空间整个吞没。没有爆炸，没有偏移，甚至没有一丝像样的涟漪。风暴散去，尘埃缓缓落下，空地中央，你依旧安安静静站在那里，完好无损。这一幕直接让猎狗队长的大脑都空白了一瞬，而你则缓缓转过头，视线越过1000米距离，精准投向狙击手藏身的山头，薄唇轻启，只吐出3个字：还给你。下一秒，你面前的虚空再次洞开，那颗刚刚被空间囚禁的子弹已被射来时一模一样的速度，一模一样的角度，从空间里原路狂飙而出。山头上的狙击手甚至都没来得及反应，只觉得瞄准镜里忽然出现一个急速放大的黑点，随即砰，他手中的高精度狙击枪和特制瞄准镜当场炸裂，那颗他亲手射出的子弹则精准钻进他的右眼，直接把他整个脑袋掀飞。通讯频道里只剩下一声极短的惨叫，然后便彻底安静。这一刻，猎狗队长终于明白了，自己惹上的根本不是有点本事的学生，而是一个怪物。所以他第一反应不是再战，而是逃。他疯狂爆发风系异能，脚下狂风汇聚，身体转身就要暴退，同时还在身前凝聚出最强防御，风之臂障。可问题在于，风是元素，空间却是承载元素的规则。在真正的空间法则面前，他那层足以偏转炮弹的风墙，薄的和纸没什么区别，你就那么穿过去了，没有受阻，没有迟滞，像穿过一层水幕一样，直接逼到他面前1米之内，然后抬手套头闭合，扑哧，他的头飞了起来，那双眼睛里还残留着极致的错愕和恐惧。至于那具无头的躯体，则在原地僵了2秒，才随着冲天喷起的赤红一起重重倒地。至此，猎狗小队5人全灭。从第一枪响起到队长身首异处，整个过程不超过3分钟。你没有急着搜刮战利品，而是先检查现场，因为你很清楚，这种专业脏活，往往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在枪里，也不在背包里，而在通讯记录里。果然，很快，你从队长的战术背心里翻出一个还亮着微光的军用通讯器，而就在你把它拿起来的瞬间，里面传来了赵雄那又急又阴沉的声音：“猎狗，事情办妥了吗？我让你准备的影兽箱用了吗？只要把那东西扔到
到他身上，方圆10里的2阶异兽都会被引过去，到时候他尸骨无存，军方也只会定性为意外。听到这里，你的动作停住了，可你眼底翻涌的情绪却不再只是杀意，因为你终于明白，赵家这次要做的从来不只是借荒野去除掉你而已，他们真正的打算是用引兽乡把整个外围试炼区变成屠宰场，再用大量考生的性命给赵泽铺出一条足够耀眼、足够漂亮的第1名之路。换句话说，他们想踩着所有人的命让赵泽登顶。你随手捏碎了通讯器，然后转身翻开猎狗队长的背包，很快几根燃烧殆尽，只剩下短短1节的暗红色香头出现在你手中，那股甜腻的发呕的气味几乎立刻就证实了赵雄的话，高浓度引兽香，而且不止1只。赵家疯了！也就在这一瞬间，大地开始剧烈震动，不是轻微颤动，而是像地龙翻身一样，连脚下泥土和落叶都在跳。紧接着，四面八方都传来震耳欲聋的兽吼，巨木成片倒塌，烟尘漫天而起，无数双猩红兽瞳在林间亮起，正朝外围试炼区疯狂推进。兽潮，一场由人祸引发，远超本次试炼等级的恐怖兽潮。以你的能力，此刻完全可以抽身而退，你只要藏起来，就没有异兽能轻易找到你。可问题是，如果兽潮真的冲垮外围营地，造成大量考生伤亡，那么这次全国关注的异能大考极有可能因此延期，甚至直接取消。而那样一来，你原本计划好的事，在所有人面前亲手碾碎赵泽，夺下第1，拿走那颗3阶能量核心，就会被赵家彻底毁掉。既然如此，这场兽潮你就更不可能不管，你的路谁都别想挡。赵家不行，这群家伙也不行，于是你没有后退，反而迎着那股足以吞掉一切的异兽洪流，正面冲了上去。与此同时，07号荒野区外围 C 区已经彻底乱成一团，苏雪正带着10几个学生死守防线，他接连立起冰墙，勉强挡住第1波角狼和铁皮猪的冲击。可那些冰墙之上很快就布满了裂纹，墙外的异兽像疯了一样撞击撕咬，学生们则一个个脸色惨白，明显已经快撑不住了。有人哭着喊怎么办，也有人惊慌中提起赵泽，觉得他不是一直自诩强者吗？怎么这种时候反而不见人了？结果一个女生带着哭腔吼了出来，别指望他了，刚才角狼扑过来，他把李明推出去挡了一下，自己先跑了。这一句话彻底掐灭了所有人最后的希望。赵泽，那个平日里耀武扬威，对苏雪献尽殷勤的富家少爷，在真正的生死关头，第一时间想到的竟然是拿同学的命给自己换逃跑时间。苏雪又惊又怒，却根本没有多余时间去骂，因为下一波冲击已经到了。眼看冰墙快要彻底崩碎，他只能咬牙强行透支异能，双手按地，直接放出自己的范围性底牌冰河世纪。刹那间，冰蓝色寒流轰然铺开，前方近100米区域瞬间被霜华覆盖，10几头正在冲锋的一阶异兽直接冻成冰雕，场面短暂的被他强行压住了。然而这种级别的技能对现在的他而言负担太大，技能刚落，他便猛地喷出一口液体，单膝跪倒在地，脸色白得可怕，体内异能几乎见底。偏偏也就是在他力竭的这一刻，轰！前方大地猛地炸裂，泥土和碎石冲天而起，一个体长超过15米，通体覆盖黑色厚甲，形似史前巨鳄却头生狰狞独角的恐怖巨兽从地下破土而出。3阶统领级异兽铁甲地龙，他一出现，所有学生都绝望了，因为这根本不是高3试炼该出现的东西，更不是现在这群早已被1阶异兽逼到极限的学生能够对付的存在。苏雪同样明白这一点，他体内异能枯竭，身体虚弱到连手指都抬不起来，只能眼睁睁看着那头铁甲地龙低下巨大的头颅，张开布满獠牙的大口，朝自己狠狠咬下。浓烈的腥风扑面而来，死亡近在咫尺，他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就在这时，嗖，一道黑色的流星撕裂了昏暗的林间天幕，从数十米高的树冠之上，以一种违反物理定律的姿态悍然坠落。咚一声沉重到让大地再次一震的巨响，那道黑影如一颗陨石，重重地砸在了苏雪面前的半米之处。狂暴的气浪混合着碎裂的泥土，向四周炸开，甚至将铁甲地龙那巨大的头颅都震得向后一仰。苏雪猛地睁开眼，她看到的是一个背影，一个不算魁梧，却仿佛能撑起整片天空的背影。他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书包，静静地站在那里，脚下是一个深达半米的恐怖陷坑，在他的脚边是铁甲地龙那布满獠牙的巨口，咫尺之遥。林安，时间仿佛在这一刻被按下了暂停键。狂风掀起你的额发，你手里还握着从猎狗队长遗物中缴来的制式合金战刀。那道背影明明不算高大，却像一堵山，硬生生挡在苏雪和那头3阶统领之间，把身后的腥风血雨尽数隔开。苏雪先是一怔，紧接着脸色骤变，失声喊道：“林安，你疯了，快跑！那是3阶统领级异兽，他的防御连穿甲弹都打不穿，你会没命的。”然而你连头都没回，铁甲地龙显然也被彻底激怒，张口咆哮，声浪震得周围学生齐齐昏厥。紧接着，他那条布满骨刺的巨尾像钢铁巨鞭般横扫而来，沿途巨木、岩石接连爆裂，摧枯拉朽。若是硬碰，你必败无疑；可要是退，你身后的所有人也一样会完蛋。电光石火之间，你的脑子已经完成判断，1立方米的空间收不下这头巨兽的整个头颅，常规切割对它意义不大，想解决它，就只能从最薄弱的位置下手，直取要害。于是，在那钢鞭般的龙尾即将抽中你的瞬间，你的腰身猛地向后折出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几乎是擦着鼻尖避开了这一击。紧接着，你非但没有后退，反而借着这个姿势双腿一蹬，整个人如逆射的炮弹般冲向铁甲地龙。苏雪看得脸色煞白，在他看来，这根本不是迎战，而是送命。果然，铁甲地龙见一击落空，抬起小型卡车般的巨爪，朝你当头踩下。可偏偏就在那阴影完全罩住你的刹那，你前冲的身体猛地压低，以一个极限滑铲的姿势，从巨爪落下的缝隙间险险滑进了他腹部正下方。轰！巨爪砸地，地面当场炸出深坑。苏雪透过指缝看见这一幕，整个人都愣住了。他当然知道，腹部是铁甲地龙相对最弱的位置，可那也只是相对而言。那里的鳞甲依旧厚得离谱，寻常攻击根本破不开。但你本来也没打算破甲，巨兽腹下空间狭窄，腥臭粘液混着泥土不断滴落。你稳住身形，随手扔掉那把已经毫无意义的合金战刀，随后抬起头，凭借感知死死锁定他体内那颗剧烈搏动的心脏。下一秒，
秒，你缓缓抬起双手，猛地按上那片冰冷坚硬的鳞甲，不是劈砍，不是蓄力，而是一种近乎诡异的触碰。无声无息间，空间波动穿透鳞甲，直接在铁甲地龙胸腔内部张开。这一刻，你的眼神冷得像审判。给我碎！命令落下，1立方米的绝对黑暗空间，精准包裹住那颗小汽车般大小的心脏，然后狠狠闭合。噗嗤，一声沉闷到极点的切割声从他体内传出。铁甲地龙那震天的咆哮戛然而止，他庞大的身躯猛地僵住，猩红树丛里的暴虐和疯狂迅速褪去，只剩下一种源自生命本能的茫然与恐惧。他明明外表毫发无损，却能清楚感觉到支撑自己一切力量的源泉突然没了，而你已经趁着他僵直的瞬间从他腹下滑了出来，甚至没有回头。2秒后，轰！那头小山般的钢铁巨兽彻底失去支撑，轰然倒塌，大地都为之一颤。烟尘弥漫中，苏雪呆呆看着那头外表没有任何伤口，却已经气息全无的三阶统领，整个人像被抽空了灵魂。他的冰河世纪连拖延片刻都做不到，可那个被所有人讥笑为一级庸才的你，却只凭一次触碰就让他当场毙命。这已经不是强弱差距了，这是他根本无法理解的东西。而你已经走到异兽旁边，意念一动，一颗巨大的像轮胎，顶部却切口光滑如镜的地龙心脏扑通一声掉在泥地里。你面无表情的把手插进去，很快便掏出一枚拳头大小，通体漆黑，内部仿佛有熔岩流淌的菱形晶体。三阶统领级地龙晶核，苏雪终于勉强找回一点神智，声音干涩：“林安，你到底……”可你只是冷冷看了他一眼，别挡道3个字，直接堵死了他所有问题。随后，你抓住铁甲地龙那根狰狞独角，深吸一口气，竟硬生生把重达数十吨的庞然大物拖了起来。一步步朝试炼营地方向走去，那道不算魁梧的背影拖着山峦般的巨兽，在昏暗林间和漫天兽吼里，像一幅神魔降世的画。苏雪怔怔看着这一幕，再想起林振气同学逃命的赵泽，心里的厌恶和鄙夷几乎到达顶点。与此同时，你的背影也像烙印一样刻进了他脑海里。而与此同时，07号荒野区临时营地已经乱成一团，外围防线摇摇欲坠，士兵正拼命组织学生后撤。指挥部内，那位上校军官盯着雷达上不断逼近的大片红点，脸色铁青，正怒斥情报部门。偏偏就在这时，赵泽连滚带爬冲了进来，扑倒在地，声泪俱下的喊道：“长官，我知道兽潮怎么来的，是林安，是那个一级庸才干的。”上校眉头一皱，让他说清楚。于是赵泽立刻开始颠倒黑白，说你不知道从哪弄来了高浓度影兽像，到处乱扔，还扬言要拉所有人陪葬。换句话说，他想趁你已经丧命在兽潮里的机会，把所有脏水一股脑泼到你身上，把自己洗成揭露真相的英雄。眼看上校脸色越来越沉，赵泽心里暗喜，正准备再添一把火，可偏偏就在这时，一阵沉重到让地面震动的脚步声从营地入口处传了过来，咚咚咚，那声音越来越近，像是每一步都踩在所有人心脏上。很快，迷雾被缓缓撕开，在所有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你单手拖着那头小山般的三阶统领铁甲地龙的庞大身躯，一步步走进了营地。你浑身泥污，面色冷漠，像刚从炼狱里走出的魔神。你无视了所有目光，直接走到赵泽面前，然后把另一只手里提着的猎狗小队战术背包以及那个被你捏成废铁的通讯器狠狠砸在他脚下。赵家，要给我一个交代，这些是你们掉的吗？死寂！营地像瞬间被抽干了所有声音。赵泽脸上的悲愤立刻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极致恐惧，整个人白得像鬼。他甚至脱口而出一句：“你没死。”说完才意识到自己几乎等于不打自招。你懒得理他，抬脚踢开背包，燃尽的暗红香头、猎狗队长的身份牌以及那个还在闪着微光的通讯器一起滚了出来。紧接着，你按下播放键，赵雄那阴沉急切的声音顿时通过扩音功能响彻整个营地。只要把那东西扔到他身上，方圆10里的2阶异兽都会被引过去，到时候他尸骨无存，军方也只会定性为意外。铁证如山，人群瞬间炸了。真是赵家干的，买凶害人，还想害死我们所有人。赵泽这个败类！上校的脸色在这一刻难看到了极点，可赵泽还不死心，瘫在地上尖叫，说你一个1级怎么可能解决得了猎狗小队？怎么可能拖得回3阶地龙的身躯？这一切都是栽赃。听到这里，你终于露出一丝冷笑。1级，你抬起手，亮出一个染上污迹的学生监控手环。你的意思是，一个1级顺手捡到了你害人的证据。下一秒，你强行破解手环权限，一段画面被投到了指挥部剧目之上。画面里，小狼扑来，赵泽不但没有救人，反而一把将身边的李明推出去挡在身前，自己则头也不回的逃命。镜头最后定格在他那张因为兴奋和扭曲而狰狞的脸上。如果说录音只是让众人愤怒，那么这段画面就彻底点燃了杀意。赵泽，你还我兄弟命来！这种人渣不配活着！偏偏就在这时，苏雪也在几名女生的搀扶下赶了过来，她脸色苍白，却还是咬着牙当众作证。我可以证明，赵泽临阵抛弃同学独自逃命，也是林安救了我们所有人。有了 S 级天才的当众指证，赵泽最后一点挣扎也彻底被碾碎。上校深吸一口气，猛地转身，下令执法队拿下赵泽，收押，移交军事法庭最高级别审判。赵泽彻底崩溃，凄厉惨叫着喊罢。而也就在执法队即将抓住他的瞬间，谁敢动我儿子？一声暴喝如雷炸响，一股恐怖到让空气都凝固的5阶威压轰然席卷全场，学生们几乎齐刷刷跪倒，弱一点的直接昏死过去。紧接着，一道穿着奢华的中年身影瞬间出现在赵泽身前，把他护在身后。赵家家主赵雄，他根本没看地上的证据，而是死死盯住你，眼中杀机暴涨。小子，竟敢污蔑我，毁我赵家声誉，今天谁也救不了你！话音未落，一只能量巨爪已经朝你头顶狠狠抓下。5阶很强吗？你站在原地，眼底没有半点恐惧，反而只剩一种被彻底触怒后的毁灭欲。你的空间已经开始在眉心前悄然扭曲，准备就算拼着重伤，也要先废掉赵雄一条手臂。可偏偏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放肆！一道比赵雄更霸道的怒喝猛然从你身前炸开。不知何时，那位上校已经挡在你前面，他没有花哨动作，只是简简单单轰出一拳。结果赵雄那只能量巨爪当场寸寸崩碎，恐怖权力顺势轰进赵雄胸口，把他整个人打得口吐液体倒飞，连撞数座军用帐篷才狼狈摔下，一拳重创
窗5阶、6阶，上校缓缓收拳，眼神冷得骇人。在我军方营地公然袭杀军方证人和本次试炼第1名赵雄，你是想让赵家满门陪葬吗？这一句话彻底判了赵家父子的结局。很快，赵雄和赵泽都像破麻袋一样被拖走。至于那场由赵家精心设计的阴谋，也在众目睽睽之下彻底败露。营地里鸦雀无声，所有学生在看向你时，眼神已经从震惊变成了敬畏，甚至恐惧。而上校转身看向你时，眼底的怒火已经散去，取而代之的是毫不掩饰的欣赏和炽热。林安，你斩杀3阶统领铁甲地龙，揭露罪犯，拯救同学，功勋卓著。经指挥部一致决定，你是本次联合试炼的第1名。说着，他从副官手里接过一个特制金属箱，递到你面前，这是你的奖励，3阶地龙能量核心。随后，他又抛出一个足以让无数人疯狂的邀请。另外，我代表东部军区正式邀请你，有没有兴趣跳过所有流程，直接加入苍龙特战队？你接过箱子，感受着里面澎湃的能量，心里那块石头总算稍稍弱了一点。可紧接着，你还是抬起头，缓缓摇了摇头。抱歉，长官，在参军之前，我得先用它去救我妹妹的命。你几乎是一路疾驰回到第1中心医院，可偏偏命运像是在故意嘲弄你。你推开 ICU 病房门时，预想中妹妹安静沉睡的画面并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刺耳到撕裂耳膜的警报声。病房里冷得像冰窖，病床上的林夏全身都覆盖着一层肉眼可见的冰霜，连金属护栏和被褥边缘都结出了狰狞冰花。他嘴唇青紫，胸口起伏微弱的近乎停止，监护仪上的各项数据则全在疯狂闪烁红灯。你脑子嗡的一声，冲到主治医生身边，声音嘶哑：“怎么回事？我走之前不还好好的吗？”医生满头冷汗，语速快得几乎要喘不上气。变异了，你妹妹体内的深渊寒化症突然恶性变异，那股寒气像有了自我意识，在排斥和吞噬一切外来能量。我们刚才尝试注入的温和能量液全被冻结了。说到这里，他看向你手中的金属箱，眼神又像看到救命稻草，又像看到催命符。3阶地龙核心的能量太狂暴，现在用不但救不了他，反而会像王滚油里泼水，瞬间引爆他体内寒气，让他当场化为冰晶。这句话几乎把你一路拼命换来的希望瞬间砸碎。你将在原地缓缓看向病床上那个睫毛都结出冰花的小姑娘，脸上所有情绪都被抽空了，只剩一种极端死寂后的平静。那怎么办？医生艰难咽了口唾沫，吐出唯一的答案：3天之内必须找到一颗属性完全对口、能量至纯至净的4阶冰魄晶核，只有靠它去安抚，而不是对抗它体内的变异寒气，才有一线生机。3天，4阶冰魄晶核，这几乎比要命还难。4阶晶核本身就是战略物资，更别说冰魄晶核这种同阶里都极其稀有的极品，公开市场基本不可能有过，就算军方武库里有，也不是你现在能碰到的东西。于是你没有再问废话，只是默默走出病房，站到走廊尽头，拿出那部老旧的黑色手机，发出一条加密信息：寻4阶冰魄晶核，时限3日，代价不计。手机几乎秒回，公开市场无，军区武库3枚，权限不足，无法兑换，唯一线索：今夜江城地下修罗场百人斩，挑战最终优胜奖励：修罗场江城地下世界最血腥、最疯狂的法外之地，百人斩，1个夜晚连续对战100名从监狱、战场、废土中挑出的亡命徒，不死不休，中途无休，100年来成功者不过3人，挑战失败率几乎等于100%。可你看了一眼那闪亮着红灯的 ICU 病房门后，眼底所有迟疑都消失了。既然别无选择，那就去杀出一条路。午夜，旧工业区，一座废弃钢铁冶炼厂内部被改造成巨大的地下决斗场，空气里满是汗臭、酒精和难闻的味道，重金属音乐震耳欲聋，数千名观众像疯了一样嘶吼。你戴着那张惨白僵硬的笑脸面具走进后台报名处时，负责登记的蝎子纹身壮汉只是瞥了你一眼，便嗤笑着让你滚，说这里是修罗场，不是小孩子过家家的地方。你没和他废话，只是拿起那份沾着污迹的生死状，然后对着自己的拇指狠狠一口咬下，液体涌出，你面无表情地把那个带着温度的血脂液重重按在签名栏上，接着抬头，隔着僵硬笑脸面具盯住他，别废话，安排100个人，是一起上还是排队？那壮汉混迹修罗场10几年，见过亡命徒，也见过疯子，可还是被你这一眼看得后背发凉。他甚至没再多说一句，只是递给你一块黑色号码牌9527。随后你转身走向那扇通往地狱的铁门。第一场对手是黑猿，2阶巅峰兽化异能者，身高超过2米5，浑身黑毛，力大无穷，以残暴闻名。观众席原本还在起哄嘲笑，觉得你这种瘦弱身板根本不够他塞牙缝。然而裁判一声开始落下，黑猿怒吼着扑来，巨掌几乎要把你脑袋当场拍碎。可就在他碰到你的前一刻，你只是微微侧身，与那庞大身躯错身而过。噗一声轻响后，黑猿轰然撞上铁笼，随后在数千道视线下，他那颗还带着狰狞笑意的脑袋从脖子上平滑滑落，赤红冲天而起，全场先是死寂，继而彻底沸腾。9527的名字第一次响彻修罗场，可紧接着第2场、第5场、第10场、第37场，所有人便渐渐发现自己看到的根本不是比赛，而是单方面的收割。速度型异能者化作残影游走，结果刚靠近你，身体便从中间一分为2，火焰操控者漫天撒火，你却像穿过一片温顺的幕布走到他面前，下一秒他的人头就滚落在地。再往后，无论强攻、偷袭、远程、围杀，结果都一样，一击毙命，没有多余招式，没有华丽碰撞，甚至没有什么像样的战斗过程，你只是靠近，然后对方就倒下了。于是观众席上的欢呼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压抑到极点的沉默与倒吸冷气的声音，因为所有人都看出来了，你不是来挑战百人斩的，你是在清场，是在收割。等到第99场结束，裁判用颤抖的声音宣布胜者9527时，你已经站在倒下的人群中央，脚下一片赤红，那张惨白笑脸面具也早被液体染成暗红，而你站在那里，连呼吸频率都没有乱过。整个修罗场鸦雀无声。与此同时，顶层豪华包厢里，修罗场主人金爷脸色阴沉的可怕。那枚4阶冰魄晶核本是省城某位大人物放在这里当噱头的，谁都没打算真让人拿走，可现在你却已经差一步就要把它收入囊中。金爷冷笑一声，直接按下了墙上的红色按钮，启动清道夫协议，让泰坦上场。轰隆隆，
八角笼内那扇通往最终挑战的由特殊合金打造的巨门缓缓升起，一股比之前所有对手加起来还要恐怖100倍的凶悍气息，如同实质的洪流，从门后的黑暗中喷涌而出。一个身高近3米，浑身肌肉如同钢铁浇筑，皮肤呈现出古铜色金属光泽的巨人，一步步走了出来。他每走一步，整个八角笼都在微微颤抖。观众席上沉寂的人群瞬间爆发出惊恐的尖叫。是泰坦，金刚不坏泰坦！天啊，他不是被关在黑狱最底层吗？怎么会出来？这下那个面具难玩了。泰坦可是曾经徒手撕开过4阶异兽的怪物。泰坦走到场中，无视了满地的倒下之人，那双铜铃般的眼睛死死锁定了你。他咧开嘴，露出一口森白的牙齿，声音如同金属摩擦般刺耳：“小子，你的杀戮游戏到此为止了，现在轮到我了。”泰坦的声音像生锈铁板在互相摩擦，平静却比咆哮更瘆人。小子，你的杀戮游戏到此为止了，现在轮到我了。观众席先是一致，紧接着便爆出更大的惊叫，谁都认得这具近3米高、通体泛着古铜金属光泽的怪物——清道夫泰坦，修罗场真正压箱底的最终兵器。传闻他的4阶绝对硬化能让肉身比顶级合金装甲还要坚硬，寻常切割细翼能对他根本无效。可偏偏你连一句废话都懒得回，下一秒，你的身影从原地消失，再出现时，已经鬼魅般贴到泰坦左侧，手中的军用匕首划出一道漆黑弧线，直奔他脖颈而去。这一刀甚至裹进了一丝最基础的空间压缩之力，别说血肉，就算坦克装甲也该被整齐剖开。然而，枪一声刺耳尖鸣猛地炸开，火星四溅，你手中那把削铁如泥的匕首，竟在触碰到他皮肤的瞬间寸寸崩断。至于泰坦的脖子上，只留下了一道几乎转瞬消失的浅白痕迹。泰坦终于笑了，笑声震得整个八角笼都在颤。小虫子，我说过，你那点切割把戏对我没用。话音未落，他反手就是一拳，没有任何花哨能量，也没有复杂招式，只有凝练到极点的纯粹力量。快，太快了！你明明能看清他的轨迹，身体却来不及完全躲开，只能在瞬间交叉双臂护在胸前。砰！这一拳像一列全速撞来的磁悬浮列车，狠狠轰在你身上，你整个人被打得倒飞出去，砸进合金铁网，铁网当场向外突出一个巨大人形凹陷。紧接着，一口液体顺着面具下沿涌出，染红了胸前作战服，全场瞬间安静，随即又爆出更疯狂的喝彩。刚才还被你连斩99人的恐惧压得不敢出声的人，此刻像突然找到宣泄口一样，拼命嘶吼，等着看你如何被碾压。包厢里，金爷重新端起酒杯，神情轻蔑而惬意。在他眼里，你终究只是个靠诡异手段逞凶的家伙，而泰坦才代表真正的力量。然而，靠在铁网上的你，缓缓擦去嘴角的液体，眼神却依旧冰冷的没有一丝波澜。你已经得出结论，常规的空间切割并非绝对无敌。当目标的物质密度和能量结构强到超过某个阈值时，闭合产生的剪切力会被极大削弱。也就是说，从外部硬切，短时间内根本破不开他的防御。可问题在于，你没有时间耗，妹妹还在医院等你，4阶冰魄金河就在眼前。既然外部不行，那就从内部。于是你重新站直身体。泰坦见状，眼里反倒多了一丝戏谑，还能动？看来我刚才力气用小了。你仍旧没有回答，只是再一次主动冲了上去。在所有人看来，这就是飞蛾扑火。泰坦也这么想，所以他这次甚至懒得出拳，而是狞笑着张开双臂，打算直接把你活活箍死，连骨头带内脏一起挤压成粉末。10米、5米、3米，就在2人即将撞上的刹那，你的身体骤然下沉，避开他那山一样压来的胸膛，整个人像一道滑腻的影子贴着他身侧一闪而过。与此同时，你的右手五指张开，轻轻按上了他的太阳穴，那动作甚至像情人间的抚摸。泰坦脸上的狂笑还没来得及收起，而你的眼底已经只剩下极致的冷与疯狂。空间开，这一次不是从外部切割，也不是闭合取头，你直接在他那坚不可摧的头颅内部，在被厚重颅骨层层保护的大脑核心区域，强行开出了一个边长1厘米的立方体空间。只存在了一瞬，然后恢复原状。宇宙最基础的法则，在那短短1万分之1秒里完成了一次创生与湮灭。泰坦僵住了，他的眼神、表情、动作全在这一刻被定格。紧接着，一缕赤红液体慢慢从他的左耳淌出，然后是右耳、鼻孔、眼角、嘴角，7道液痕顺着那张古铜色的脸缓缓流下，画出一幅诡异到极致的图案。下一秒，咚！那具小山般的身体直挺挺倒了下去，重重砸在八角笼地面。4阶肉身强化系强者清道夫泰坦当场毙命，整个修罗场瞬间像被按下了静音键，音乐停了，尖叫停了，所有表情也都僵在了脸上。数千双眼睛死死盯着那具七窍渗出液体的躯体，又看看站在旁边的你，没有伤口，没有对抗，只有一次触碰，然后神倒下了。短暂的死寂之后，前排一个负伤手里的酒杯啪的落地，像是按下了某个开关。下一秒，整座场馆彻底炸了，无数观众尖叫着、哭喊着往外挤，只想逃离这个像炼狱一样的地方。可你没有理会任何骚乱，你抬起头，隔着层层人群望向顶层那间豪华包厢，声音因为伤势略微沙哑，却依旧冰冷清晰。100场结束了，4阶冰魄金河拿来。话音落下，人群动作都顿了一下。是啊，你赢了，100人斩已经完成，按规矩，奖品就该属于你。然而，金爷显然从来没打算讲规矩，他站到麦克风前，冷笑声通过扩音器传遍全场。9527，你确实给了我一个惊喜，可惜，你以为你那点小动作能瞒过所有人吗？泰坦肉身比战舰装甲还硬，却无声倒下，连一道像样的伤口都没有，这分明是咒杀系或者违禁神经毒素的路数，所以你违规了。按照修罗场铁则，挑战者一旦使用禁术，成绩作废，奖品没收。此话一出，全场再度哗然，黑吃黑，所有人瞬间听明白了，金爷看中的已经不是一颗金核，而是你那种无视防御、一击毙命的诡异秘术，他想连人带宝物一起吞掉。紧接着，他又故
故作大度地补了一句：“不过我可以给你一条活路，交出你的秘书，我让你活，甚至还能让你做我手下最值钱的一条狗。”你站在原地，缓缓抬头，这一刻，你眼里最后那点对规则的忍耐也彻底碎了。你遵守了他们的游戏，用性命和伤痛杀出百人斩。可现在，庄家却告诉你，你赢了，但我不认，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你只是轻轻笑了一声，呵。金爷显然被这声笑意彻底激怒，直接下令拿下他，死活不论，我要他的秘密。下一瞬，八角笼四周的八扇合金闸门同时升起，一对对全副武装、身穿黑色外骨骼装甲、手持高斯动能步枪的财阀司军如潮水般从黑暗中涌出，黑洞洞的枪口闪着幽蓝电光的瞄准器，在同一时间全部锁定了你，整整100人，而且每一个都是见过场面的老兵。观众席彻底崩溃了，幸存的人疯了一样砸门。谁都知道，修罗场、清道夫部队一旦出动，这里就会真正变成屠宰场。而你站在包围圈中央，缓缓扔掉手里那截已经崩碎的匕首残骸。既然他们不讲规矩，那你的规矩就是规矩。开火！随着队长一声令下，上百支高斯步枪同时喷出火舌，密密麻麻的合金弹头撕裂空气，从四面八方织成一张毫无死角的死亡之网，瞬间把你的身影彻底吞没。硝烟、火光、尖笑一起爆开。可偏偏枪声停下之后，你依旧站在原地，毫发无伤。在你身体周围1米之内，空间已经扭曲成一种近乎哈哈镜般的诡异形态，上千发足以洞穿坦克的合金弹头全都被吞进了那片扭曲区域，像被琥珀封住的虫子一样悬停半空。它们的动能被强行剥离禁锢，而在狭窄空间里相互挤压摩擦后，弹头甚至开始泛出赤红，嗡鸣不止。所有司军都愣住了，他们见过防弹盾，见过能量护罩，也见过肉身硬抗子弹的异能者，但从没见过有人能让子弹停在半空。这不是防御，这是禁令。你抬起手，对着那片悬浮着死亡风暴的扭曲空间轻轻一握。现在轮到我了。下一秒，你猛地转身，手臂横扫，那团囚禁着上千发赤红弹头的空间被你直接甩向左侧最密集的司军方阵。与此同时，空间恢复平直，所有被剥夺的动能在同一瞬间尽数归还。咻咻咻咻咻，没有枪声，只有成片撕裂空气的尖笑。那些弹头以比来时更快的速度倒灌而回，形成一片扇形赤红弹幕。前排数十名司军连反应都来不及，就被射穿。外骨骼装甲、骨骼、血肉，在这一瞬统统成了笑话。大团赤雾轰然炸开，把整个战场染成了猩红色。幸存的人当场吓疯了，有人后退，有人尖叫，有人不管不顾地扔出高爆手雷和燃烧品，试图用更大的火力把你彻底淹没。然而你连看都没看，爆炸、烈焰、冲击波、飞溅的弹片，飞弹没能伤到你，反而再次被那片扭曲空间尽数吞噬。1立方米的空间，在这一刻像变成了一颗即将失控的小型恒星，内部装满了纯粹而狂暴的爆炸能量。然后你冲了进去，你就那样闲庭信步地穿过火海，逼近已经彻底乱掉的司军阵列，目光锁定了那个正想逃的队长。紧接着，你松开了对空间的束缚，还给你。轰隆！被压缩到极致的爆炸能量瞬间释放，以你为中心化作一团10余米范围的死亡火球，朝四面八方横扫而去。被正面卷中的10几名司军，连同装甲一起被当场气化。外围的人则先被高温点燃，又被海量高速弹片撕开，连惨叫都被炸得支离破碎。这已经不是战斗了，这是屠杀。你的空间在这里直接成了最恐怖的移动军火库。敌人的火力越强，你还回去的东西就越致命。所谓人数优势，火力压制，在真正的空间法则面前，不过是个笑话。很快，整个场馆便只剩下哀嚎和燃烧声。那个侥幸没被第一波炸死的司军队长，拖着半边焦黑的身体，手脚并用的朝顶层包厢爬去，哭喊着求救。而包厢内，金爷已经瘫进了沙发，看着监控里那片人间炼狱，他脸上只剩下赤裸裸的恐惧。之前他还以为你只是掌握了某种隐蔽杀招，可现在他终于明白，自己惹上的根本不是个会秘术的疯子，而是个彻彻底底的怪物。于是他转身就跑。然而他才刚迈出2步，身后就传来砰的一声巨响，那名司军队长像个破麻袋一样，被人一脚踹穿包厢门，滚到了他的脚边。队长喉咙里呵呵2声，抬手指了指门口，然后头一歪，彻底断气。金爷僵硬地转过头，门外的烟尘里，你缓缓走了进来，你身上沾满了污迹，那张惨白笑脸面具也早被染成暗红，面具下的眼睛平静的可怕。你没有多余废话，只是走到那面据说连穿甲弹都能扛住的特种防弹玻璃前，缓缓抬起右手，五指轻轻按了上去。下一秒，以你掌心为中心，整面玻璃表面开始蔓延出蛛网般的黑色裂痕，那不是普通碎裂，那是空间本身在被撕开。金爷终于彻底破防，尖叫着喊停，甚至搬出壁垒、玻璃的军功来历，又拿钱、拿王家背景、拿所谓重血来求命。可惜这些话对你而言连风声都算不上。你五指一攥，咔嚓，嗡一声诡异闷响后，那面厚重的特种防弹玻璃连同半米厚的合金墙壁被你连根抠了下来，在墙上留下一个直径3米的完美圆洞。巨大的圆形墙体轰然砸落，震得整个包厢都在摇晃。金爷最后的安全感也一起被砸碎了，他扑通一声跪下，疯狂磕头，鼻涕眼泪糊了满脸。别动手，东西我给，都给。4节冰魄晶核就在保险柜里。你一把拽住他的头发，把他整个人从地上提起来，像拖麻袋一样拖到暗格前。经过虹膜和指纹验证后，保险柜缓缓打开，一股森寒之气瞬间弥漫整个房间。金爷哆哆嗦嗦捧出一个蓝色金属盒，双手举过头顶，你接过盒子，单手掀开，盒中那颗拳头大小，通体晶莹，内部仿佛有冰蓝风暴在旋转的金河，立刻映入眼帘。那股纯净到极点的寒意，让你体内的空间之力都微微震了一下。是真货，你立刻把它收入空间。而金爷眼看东西交出，居然还想继续求活，甚至搬出自己是省城王家的人，想用背景保命。可惜他话还没说完，无形锋芒一闪而过，他的声音戛然而止，头颅和身体瞬间分离，圆滚滚的砸落在地，腔子里的液体噗的喷出，溅了你半身。你一脚踢开那具还在抽搐的躯体，语气冷得没有半点起伏。我管你是谁，斩草不除根，迟早要反噬。这种事你早在贫民区的暗巷里就学明白了。拿到东西后，你没有立刻离开，而是顺手切开墙角的燃气主管道，高压燃气刺耳的泄出，迅速充满整间包厢。紧接着你又点燃一个打火机，随手把那团小火苗扔进这间奢华而罪恶的坟墓，然后你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数秒后，轰隆，惊天动地的
的爆炸从顶层猛然炸开，烈焰和冲击波像发怒的巨龙般席卷整座地下修罗场，钢铁在扭曲，墙体在崩塌。这个吞噬了无数条人命的地方，终于迎来了它应有的毁灭。而你迎着身后的火光和热浪，一步步走上通往地面的阶梯。当沉重铁门被你推开时，刺眼的晨光洒在了你脸上。你抬手，把那张染成暗红色的笑脸面具缓缓摘下，露出一张略显苍白却锋利冷峻的年轻面孔。冰魄晶核到手了，接下来就是救妹妹。至于其他账，来日再算。凌晨时分，你几乎是一路撞开医院的寂静。值班医生原本还带着睡意，可当你把那个装着4阶冰魄晶核的冰冷盒子重重拍在桌上时，他整个人瞬间清醒，甚至声音都变了调。4阶冰魄晶核。很快，整个特护病区再度灯火通明，顶尖医师、无菌实验室、稀释程序、能量引导，一系列原本不可能在这种时间点迅速完成的操作，全都被这枚晶核硬生生推动了起来。你站在无菌观察室外，隔着玻璃死死盯着病床上的林夏，稀释后的冰蓝色能量通过精密仪器一点点注入他体内。最开始，监护仪上的生命曲线还在剧烈波动，你几乎能听见自己心脏狂跳的声音。然而片刻之后，变化终于出现了，他脸上那层致命冰霜开始缓缓褪去，嘴唇的青紫也一点点恢复，原本微弱到近乎消失的心跳从30、40、50一路回升，最终稳定在正常区间。病房里原本连成一片的刺耳警报声也一个接一个熄灭，直到清晨第一缕阳光照进走廊，主治医生才摘下口罩，满脸疲惫却掩不住激动。成功了，他的身体机能已经稳定，接下来只需要静养恢复。这一举像突然抽掉了你全身最后一根支柱，你紧绷了半个月的神经终于彻底松开，排山倒海般的疲惫瞬间淹没了身体。你就那么坐在病床边，望着妹妹终于恢复了些许血色的睡眼，眼皮再也撑不住，沉沉睡去。这是很久以来你睡得最安稳的一觉，可你并不知道，林夏体内那股庞大的4阶寒性能量，在稳定住他的生命之后，仍旧残留着极少的一部分。那一缕精纯至极的能量，顺着兄妹之间某种说不清的血脉联系，无声无息地流入了你体内。对整颗4阶晶核来说，这点残余微不足道，可对当下的你来说，却足以引发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蜕变。不知过了多久，你猛地惊醒，起初是一阵尖锐剧痛，仿佛有根钢针在脑海里狠狠搅动，可紧接着，这种痛感就被某种灵魂升华般的快感彻底覆盖。你清楚地感觉到，脑海深处那道原本限制你空间异能的无形壁垒，被这股外来能量轰然撞碎，精神阈值突破，空间掌控度暴涨。你立刻内视异能核心，然后你的呼吸都滞了一瞬，那片原本只有1立方米的储物空间，此刻像被一只无形大手强行撕开、扩容，体积疯狂暴涨，2立方米、5立方米、10立方米，短短数息，原本像小盒子一样的空间，直接扩张成了一间仓库。然而，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在空间扩容完成的那一刻，一丝全新的法则烙印悄然铭刻在空间核心。你意念微动，将床头柜上的一杯水收入空间，紧接着你催动那丝新烙印，嗡，杯中原本晃动的水面瞬间凝固，连半空中正要滴落的一颗水珠也诡异的悬停下来。时间在那片空间里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你瞬间明白了这道新能力的意义：绝对停滞。任何被收入空间的非生命体与能量体，其状态都将被绝对锁定。若是活物被强行收入，那么它的生命活动也会在空间里趋近于零，等同于被关进一个时间静止的囚笼。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以后不仅能储存更多弹头、火焰、爆炸和冲击波，还可以在敌人出手的一瞬间，直接把攻击甚至部分肢体一起装进空间里。更可怕的是，你甚至可以把自己身体的某个部位短暂收入空间，再从另一处释放出去，形成近乎瞬移般的诡异打击。这已经不是量变，而是质变。你握紧双拳，感受着体内前所未有的澎湃空间之力，眼底微微泛起寒光。现在的你，哪怕正面遭遇真正的5阶强者，也不再是只能赌命一搏。而偏偏就在这时，病房外的公共电视里正传来激昂的新闻播报：今日，万众瞩目的全国异能者高等学院联合大考于首都京城正式拉开帷幕。来自联邦各大财阀、顶尖世家以及军方体系的数百名 S 级与 A 级天才已齐聚京城，他们将为联邦最顶级的3大学府名额展开为期1个月的激烈角逐。电视画面上，一个个年轻、骄傲、光鲜夺目的面孔闪过，他们穿着华丽作战服，身后是显赫的家族徽章，头顶闪光灯如潮，像生来就该站在云端。你站在窗边，静静看着屏幕，眼神却一点点冷了下去。这些人才是这个世界真正意义上的天之骄子，资源、出身、名额、声望，他们一出生就握在手里，而你是从废墟、暗巷和生死线上一步步爬出来的。可正因如此，你才更要去。你走进洗手间，把满身污迹彻底冲净，又换上一身从修罗场缴来的黑色作战服。随后，你将那把从金业保险柜里顺手拿出的狭长战刀背到身后，最后回头看了一眼病床上熟睡的妹妹，她终于活下来了。那么接下来就轮到你去清算这个世界了。你推开医院大门，正午的阳光刺眼的像刀，可你只是眯了眯眼，然后迈步走了出去。江城这个充满阴暗与挣扎的地方，不过只是个新手村，真正的猎场在京城，让那些高高在上的天才们感受绝望的游戏，现在才刚刚开始。